明年1月下旬，日本最後2隻大熊貓小小和蕾蕾將按期回國。這個痴迷熊貓半個世紀的國家，即將迎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首次零熊貓時代。此消息一出，日本民眾的熊貓焦慮直接拉滿，大批民眾搶着預約參觀。12月16日，官網直接被擠崩，首日4800張票瞬間售罄，不少粉絲排隊4小時只為看一眼，甚至還有人因為沒看到大熊貓哭了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2021年6月，東京上野動物園的租借熊貓珍珍誕下了一對龍鳳胎，園方取名為小小、蕾蕾，寓意黎明來臨，迎接美好未來。那時誰也沒想到，這對圓滾滾的小家伙會成為日本頂流。隨着小小和蕾蕾慢慢長大，他們圓滾滾的體型配上憨態可掬的動作，徹底戳中了日本民眾的萌點。日本的各大社交平台上都有他們賣萌的生活視頻，連帶着周邊商品也迎來爆發式熱銷。從印着他們笑臉的筆記本、圓珠筆到造型逼真的熊貓便當盒、玩偶，只要印上小小、蕾蕾的標誌，剛上架就會被一搶而空。不少粉絲為了搶限定款，天沒亮就守在商店門口。據上野地區商工會統計，僅僅1年時間，這對小家伙就直接帶動當地創造了超300億日元的經濟效益。可以說，小小和蕾蕾就是日本的國民團寵，想跟他們見一面，至少得排上2小時隊。但即便如此，遊客們也心甘情願。然而，借的始終是借的。根據中日熊貓租借的核心規則，所有熊貓的所有權永遠屬於中國，租借期限通常是10到15年，繁殖的幼崽長到2歲後就得踏上回國的旅程。另外，日方不僅要每年支付租金用於熊貓保護研究，日常照料還得接受中方的監督評估。按照最初的協議，小小和蕾蕾本應在2024年到2026年分階段回國，後來因為疫情耽誤了行程，雙方最終約定2026年2月20日作為他們共同的歸國日期。不過，日本為留住這對搖錢樹，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，不僅提出把每年50萬美元的租金直接翻倍到100萬，還承諾升級熊貓館設施，給小家伙們打造更舒適的居住環境。民間更是掀起留住熊貓的請願活動，短短1周就徵集到了30萬民眾的簽名。連國會都有議員專門提案，呼籲政府出面和中方協商。可惜最近中日關係持續冷淡，這些努力最終沒能改變既定結果。於是小小和蕾蕾確定提前40天回國，1月25日是他們與日本遊客見面的最後一天，而且之後日本可能再也借不到了。此消息公布，日本民眾徹底坐不住了，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什麼叫愛他就要趁現在。12月16日那天早上，距離上野動物園開園還有1個多小時，園區門口就排起了蜿蜒長隊。等到上午9點，動物園正式開園時，熊貓觀覽區直接開啟流水線式參觀模式。為了讓更多人能看上一眼，每批遊客的觀看時間被嚴格壓縮到了1分鐘。但即便如此，大家還是拿出了12分的熱情，舉着手機相機瘋狂按快門，生怕錯過偶像的每一個瞬間。長期跟拍大熊貓的攝影愛好者田武早就見慣了熊貓的高人氣，但這次的盛況還是讓他嘖舌。他告訴記者，自己最近每天都泡在動物園，就為了多記錄下2隻熊貓的日常。他們吃竹子的樣子、打滾的樣子都特別治癒，哪怕只能拍幾秒也值得。還有一位41歲的女性特意從福島縣磐城市趕到東京，就為了帶喜歡熊貓的女兒見一見熊貓的真容。她表示，我小學休學旅行時就在上野看過熊貓，現在帶着女兒來，就像把一份溫暖的回憶傳下去。他們要走了，真的特別遺憾。在眾多粉絲中，45歲的高市貴博算是鐵桿粉，他堅持每天看完熊貓再去上班，這一堅持就是14年。光是最近16天，他就給小小和蕾蕾拍了4000張照片。高市貴博翻着手機裡的照片介紹道，我能從他們的表情裡讀懂情緒，這個眼神是今天很開心，那個啃竹子的鏡頭是這個竹子好吃，這種簡單直接的快樂特別治癒工作的疲憊。比現場排隊更瘋狂的是線上預約，從12月23日起看小小蕾蕾需要提前網上預約，1月14日後更是要靠抽籤才能獲得資格。於是12月16日中午預約通道剛開啟，大批民眾就蜂擁而至，直接把上野動物園的官網擠癱了。
截至當天中午12點，首日開放預約的門票就已售罄，不少沒搶到票的網友在社交平台哀嚎，連熊貓的告別票都搶不到，我是不是不合格的粉絲？根據園方估算，從12月16日到1月25日的最終觀覽日，大概會有17.8萬名遊客專門趕來送別，這個數字比平時旺季的遊客量還要多出3成。日本人真是對熊貓愛得深沉啊！1972年，隨着中日邦交正常化，中國決定將一對大熊貓贈予日本，作為中日友好的象徵。北京動物園的康康和蘭蘭，憑借標準8字黑眼圈、健康的體態和5歲成年顏值，從眾多候選者中被選中，成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友誼使者。在10月28日乘坐專機抵達日本時，排面直接拉滿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親自到機場迎接，護送大熊貓的車隊由警車開道，超過2000名媒體記者擠破頭似的想拍到第一手資料。日本運輸專家岡崎彬為了保護大熊貓，用遮光簾把籠子遮得嚴嚴實實，任憑記者如何尖叫，都1毫米沒有拉開，直到大熊貓安全抵達東京上野動物園。大熊貓首展當日，超過3000人提前排隊2公里，6萬遊客擠爆上野動物園，平均等待3小時換1分鐘觀賞。更絕的是，街頭商家連夜把白熊玩具塗黑了當熊貓賣。櫻桃小丸子動畫後來還還原了市民抱着山寨大熊貓玩偶狂奔的盛況。因為大熊貓的到來，第2年上野動物園遊客量從400萬躍升至920萬。上野動物園迫切希望康康和蘭蘭能繁育生下熊貓幼崽，但遺憾的是，康康和蘭蘭在日本多年也沒能生下熊貓寶寶。1979年9月4日，噩耗傳來，在陪伴了日本人民7年之後，10歲的蘭蘭因急性腎不全併發尿毒症死亡。蘭蘭從發病到死亡只有5天的時間。當飼養員含着淚在深夜向外界宣布這個消息後，大量日本民眾為之哀悼。1980年1月，為了延續中日友好和日本的熊貓血脈，中國又提供了一只新的雌性大熊貓歡歡，來到日本成為康康的第2位伴侶。可僅僅過了半年不到，1980年6月30日，康康也不幸去世。歡歡孤獨地度過2年之後，在198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的時候，迎來了自己的另一半菲菲，這也是最後一只贈送給日本的大熊貓。1982年之後，由於當時大熊猫生存環境惡化，導致數量急劇減少，中國宣布停止向外國贈送大熊貓，大熊貓作為國禮的時代結束了。整個1980年代，歡歡與菲菲成了日本民眾心中的國民 CP。然而，歡歡和菲菲的產子之路依然坎坷。10幾年間，從熊貓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以來，日本還是沒能迎來一只熊貓寶寶。這時的菲菲已經18歲左右，相當於人類的60歲。幸運之神終於在1年後降臨。1986年，大熊貓菲菲和歡歡生下了女兒彤彤。3年後，二女兒悠悠也健康出生。當時的園長中川治郎透露，熊貓的伙食還包括人參。他說，熊貓爸爸年事已高，很高興寶寶能夠平安出生。1992年，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0周年，為了延續中日友好交流，並推動熊貓繁殖合作，悠悠和北京動物園的雄性大熊貓玲玲互換，悠悠回國，玲玲來到日本。然而之後，菲菲、歡歡、彤彤陸續死亡。2008年4月，玲玲也去世了。上野動物園陷入了沒有大熊貓的窘境。這一年，上野動物園的入園人數時隔60年首次跌破了300萬人。在等待了3年之後，2011年2月，中國與日本達成協議，將大熊猫莉莉和珍珍租借至東京上野動物園，租借期為10年，日本每年支付約100萬美元租金，所產的幼崽2歲後需歸國。於是，上野動物園終於又迎來了一對中國大熊貓莉莉和珍珍。為了迎接莉莉和珍珍的到來，官方特意翻修了熊猫館。莉莉和珍珍在到達日本後的第2年就生下了寶寶。非常可惜，這只小熊貓只活了不到1周就夭折了。5年後，2017年6月，新的熊貓寶寶香香終於順利出生。這只自帶腮紅的小家伙還沒睜眼就引發全民狂歡。為了看它1分鐘，粉絲們凌晨4點就搬着小板凳去排隊。香香的周邊產品賣到斷貨，從毛絨玩具、便當盒到限定郵票，甚至推出了香香同款竹葉造型點心。東京一度出現一熊難求的盛況。
它在日期間吸引超1000萬遊客，相當於全日本每12人就有1人看過它。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宮本浩盛估算，香香為東京帶來的經濟效益可能達到600億至650億日元。2021年6月，真真順利誕下雙胞胎小小、蕾蕾，這也是上野動物園時隔24年再次迎來熊貓雙胞胎。不過如今，隨着小小蕾蕾即將歸國，日本粉絲排再久的隊也看不到心心念念的大熊貓了。好啦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